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讲一个很特别的案件，一个高位截瘫的男子，全身能自由活动的地方就只剩下头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终日躺在床上的人，他却花费4年时间，在经过无数次失败之后，策划了谁都想不到的谋杀案。真相被公开之后，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惋惜，还有震惊。故事发生在大陆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叫做鱼塘村的地方。这个村庄因为地理位置偏僻，所以经济发展非常落后，平时生活在村里的也只是老弱两辈人。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在外面拼搏。虽然村子确实是穷了点，但是左邻右舍都非常的和睦，很少发生矛盾。每当遇到重要节日举办习俗活动时，村民都会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可在2012年7月的下旬，村子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某天下午，一辆陌生的警车就开进了这个村庄，引起了很多村民的好奇。很多在田里劳作的农民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农活，他们猜测民警大概率是冲着前阵子那件事情来的。把警车停好之后，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员直接就向一户刘姓人家走去，跟在警员后面的还有很多村民。他们就是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来到这户人家面前，开门迎接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妇人。警员告诉这位老人，我们过来就是想找你的大女儿。听到声音后，老人的大女儿刘德芬从屋里走了出来。看着身穿制服的警员，刘德芬面无表情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警员就直接掏出一把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村民大吃一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警察突然要逮捕刘德芬？要知道，他平时为人随和热情，哪家有事情要帮忙，他总是第一个到，而且和村里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。警员告诉刘德芬，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怀疑你弟弟刘德山的死亡和你有直接关系，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听到这话，刘德芬的老母亲变得非常的激动，她甚至直接跪在民警面前，求民警不要带走她的女儿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的村民也围了过来，他们告诉民警，刘德芬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热心肠，不可能会杀害他的弟弟。为了安抚村民的情绪，民警就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缘由。原来他们发现，当天刘德山喝下的那瓶毒药是他姐姐刘德芬亲自购买的，也就是说，杀害弟弟的人很可能就是他的亲大姐刘德芬。民警告诉刘德芬的老母亲，现在带你女儿回警局，并不是直接要把她关进监狱，只是让她回去做个口供。而具体的事情呢，警方自有定论。经过一番耐心的解释之后，民警才顺利带走了刘德芬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刘德芬要毒害自己的亲弟弟呢？为了解开这些谜团，我们还得回到此前一次意外说起。刘德芬的弟弟名叫刘德山，此前在山西省的一个煤矿挖煤。虽然煤矿的工作条件一言难尽，但是靠着一身体力，刘德山呢还是存下了不少辛苦钱。可后来因为安全措施没有做到位，矿里就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。当时刘德山就刚好在里面挖煤，他的上半身直接被掉下来的煤块砸中。虽然他被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抢救，可从此之后他就落下了终身残疾，全身上下只有头才能自由活动。虽然保住了一条命，但是医生表示，刘德山也许以后都得躺在床上了。因为这件事情，矿里就赔了刘德山41万元人民币。出院之后，刘德山就被直接送到了老家，一直躺在老家简陋的房子里。对于一个32岁的男人来说，这个打击呢，无疑是巨大的。人们都说30多岁的年纪是建家立业的最好时机，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刘德山却遭遇到了这样的横祸。他心里觉得非常的憋屈，为什么自己就偏偏赶上了这一次矿难呢？事情发生之后，刘德山的脸上就彻底失去了笑容。
其实早在事故发生之前，刘德山就想过，虽然在矿上凭借一身蛮力确实能够赚到一点钱，但是一直这样干下去始终不是个办法。他想着再干个2-3年，存够一笔小钱之后，就找个老婆，一起踏踏实实做一些小本生意，然后再生几个小孩，一家人呢共享天伦之乐。可是还没来得及把这些计划付诸于现实，他自己呢就瘫痪在床。看着头顶上的昏暗的灯泡，刘德山每每想起以前的事情呢，他的心里就觉得非常的痛苦，而且也非常的怨恨。因为弟弟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，所以在后续的日子里，由谁来照顾刘德山就成为了一个难题。因为刘德山在家中排行最小，他的7个哥哥姐姐都已经成了家，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，不可能说一天到晚守在他床边。再加上他的母亲也已经来到了70多岁，那就更不是个办法。经过商量之后，大家就决定利用刘德山那笔赔偿款，请保姆来照顾他。起初家里的兄弟姐妹认为，只要能够请个保姆回来照顾弟弟，那对弟弟以后的日子来说，也算是有了个比较好的结局。可自从瘫痪之后，弟弟的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，动不动就骂人。每一次请来的保姆，干没几天就会走人。即使刘德山家里人跟这些保姆说价格方面可以好商量，可很多保姆都表示自己宁愿不赚这一份钱，也不愿意来受这份气。我们是来照顾你的，不是来挨骂的。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后，家里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照顾弟弟的保姆。可实际上，请保姆这件事情并不是让他们最头疼的事情。因为弟弟刘德山越来越消极，所以他的自杀念头在后来就越来越大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活在这个世界的必要，所以每一次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时，刘德山都会祈求他们把自己给弄死。有一次，他就让亲大姐刘德芬用高压电把他给电死。听到这些话，大姐虽然很能理解弟弟的心情，但是作为血浓于水的亲姐姐，怎么可能下得了这个手呢？她宁愿看着弟弟躺在床上，也不愿意把他亲手送给阎王爷。因为大姐不肯帮忙，刘德山呢就又找到了他的三姐。他告诉三姐，自己现在已经瘫痪在床，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劳动。那对于你们来说，也是个非常大的累赘，所以就希望三姐能够帮忙联系武汉的一个医院，自己决定把身上健全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，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剩余生命的意义。那听到弟弟这番话之后，三姐的眼泪是忍不住流了下来。那其实他又何尝不知道弟弟的真实意图呢？只是作为一个亲人，他实在无法答应弟弟这个要求。他找了大姐和三姐都不肯帮忙，刘德山求死的计划呢就再次宣告失败。可执着的刘德山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又把目光转向了二哥。在后来一次聊天中，他要求二哥帮他买一辆2手车，然后把他扶到驾驶位上，自己用嘴含着车钥匙，然后一头抓到江里面淹死，并且承诺买车的钱呢全部由他出，而且不追求二哥的任何责任。他不出所料，二哥呢也拒绝了他这个要求。就这样，家里的7个兄弟姐妹全都被刘德山轮流找了个遍，但就是没人愿意答应他。所以刘德山就把目标转到了他的保姆杨一之身上。杨一之是附近村庄的人，起初家里人本来以为杨一之干没多久肯定也会被气走，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杨一之的脾气呢却非常的好，这一干就是3个多月。不过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保姆杨一之也算是见识到了刘德山的暴脾气。后来刘德山告诉保姆杨一之，自己已经在床上躺了4年多，整个人的感受比死亡还要痛苦，希望保姆能够成全他最后一件事情，去镇上买1瓶农药回来。虽然刘德山一再央求，可杨一之始终没有答应他，毕竟是条活生生的人命。那再说这种事情也得让你家里人来做，让我一个外人来做，那到时候你们家里人把我告到法院，那我是跳进太平洋都洗不清了。坚持不下之际，刘德山就做出了退步。他觉得既然保姆不肯帮自己买农药，那买一些安眠药，保姆总应该不会拒绝吧。那就这样，刘德山就开始以睡眠不佳为由，
多次让保姆杨一之购买安眠药。不但如此，刘德山还把家里7个兄弟姐妹全部都叫了个遍，前前后后凑齐了100多颗安眠药。在一次趁着家里人不在的时候，刘德山就偷偷服下了这些安眠药。吞下药物之后，刘德山感觉整个人一身轻松，他看着屋顶，他心满意足地等待死神的降临。终于在药物的作用之下，他就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可让他意外的是，在昏睡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又睁开了眼睛。当睁开眼睛看到保姆和家里人时，刘德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直到后来他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，自己是真的没有死。看到刘德山醒了过来，家里人都非常的高兴。可刘德山呢，却完全相反，他一直口吐芬芳，因为这一次他的自杀计划又失败了。他大声指责那些药店的老板，说他们卖假药，因为吃了这么多安眠药都死不了。刘德山甚至还报警举报了这些药店，在家里人向民警解释了好久之后，才消除了误会。那其实听到这样的描述，那肯定有人会说小云是在编故事。你这前文不是说刘德山高位截瘫吗？不是说他全身上下只有头才能自由活动吗？对此小云表示，这我还真的没乱编故事，因为记者采访刘德山家人时，他们就是这样说的。那其实小云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想了一下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2种，要么就是这些药店真的是在卖假药，要么就是保姆杨一之还有刘德山的家人偷偷换了这些药。不过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，那毕竟安眠药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。在这短短的4年时间里，刘德山试尽了各种办法自杀，可都没能成功。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有了这4年的经验，刘德山就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结论，他觉得如果要让一个人帮他完成自杀的所有步骤，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如果把自杀的计划分成几步，让不同的人分别负责实施不同的步骤，如此一来，计划不就更容易成功吗？那说干就干，他就真的想出了一个死亡方案，而这个方案也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方案。根据计划，刘德山第一步就是让大姐，也就是前文中被带回警局的刘德芬，去镇上买1瓶农药回来。后来刘德山叫保姆杨一之，让他用注射器把买来的农药灌进1瓶花生牛奶里面。杨一之起初也觉得很奇怪，平白无故的把农药注射到花生牛奶里面要干嘛？唯一的可能就是刘德山想服毒自杀。起初保姆杨一直觉得很纠结，但是后来他想着自己只是把农药注射到花生牛奶里面，并没有直接为刘德山服下，所以根本就不算是犯罪。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呢，是保姆杨一之实在是无法忍受刘德山的哀求。30几岁的大活人要遭受这样的罪，整天围在屋子里没法见光，所以还没来得及多想，杨一之就把农药注射到饮料里面，并且放到刘德山无法接触到的柜子里。而且杨一之觉得刘德山都已经高位截瘫了，他不可能会从床上下来，从柜子里拿出这瓶带有农药的饮料一饮而尽。可没过多久之后，就发生了让保姆意料不到的事情。在后来某一天中，刘德山居然告诉他的家人说保姆杨一之偷了他3000多块钱，还因此报了警。杨一之觉得非常的冤枉，一气之下就直接辞去了这份护理工作，回到了自己家里。其实对于保姆杨一之的为人，刘德山家里人还是看在眼里的。可以说在这么多个保姆中，杨一之的工作态度算是最认真的，也是工作时间最久的。他不太可能会偷弟弟3000块钱。直到家里人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，刘德山才承认确实是自己撒了谎，保姆并没有偷他的钱，自己之所以会诬陷他，完全就是因为保姆不成全自己自杀的心愿，自己是一时赌气才做出了这样的事情。保姆杨一之被气走之后，刘德山的家人就找来了男护工陈运祥。就在家里人本以为事情暂告一段落时，不料刘德山已经在悄无声息地实施着他的计划，而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计划。顺利实施买农药和注射农药后，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喝下这瓶饮料。
2012年7月8号，趁着家里人不在身边，刘德山就让护工陈印祥扶自己起来，让他为自己喝下了柜子里的那瓶饮料。可这时的陈印祥根本就不知道，瓶子里面已经被混入了剧毒农药，因为瓶口并没有被打开。之前杨一之只是通过注射的方式注入的农药，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看不出来有痕迹。不出所料，在喝下饮料的没几分钟之后，刘德山的浑身就开始抽搐，口吐白沫。直到这时，护工陈印祥才知道这瓶饮料有问题。虽然他第一时间报了警，并且找来了刘德山家里的亲人，但最终刘德山还是因为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。刘德山本来以为自己这个死亡方案天衣无缝，可以瞒过警方，让参与作案的人成功躲过警方的调查。可他还是小瞧了警方的实力。警方接到报案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混有农药的饮料带回了局里鉴定，结果很快就发现里面有注射的痕迹，并且成功鉴定出了农药的成分。而刚好当时镇上有卖这种农药的杂货店并不多。经过一番走访之后，警方很快就锁定了购买农药的人，而其中一个人正是刘德山的大姐刘德芬。在为弟弟购买农药的这件事情上，大姐刘德芬并没有跟家里任何一个人说。其实大姐刘德芬的想法跟前面2个保姆的想法差不多，她觉得自己只是买农药而已，并没有直接杀人，所以这应该不犯法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弟弟却背着她实施了这样的计划，这确实有点出乎她的意料，也出乎了她的智商。在弟弟去世之后，大姐刘德芬就非常的自责，因为7个兄弟姐妹中，就她和弟弟的关系最好。案发之后，刘德芬就常常到弟弟的坟前哭诉，整个人也变得非常的失落，甚至几次想随弟弟而去。但家里人知道是刘德芬购买了农药之后，并没有怪他。还有前面2位保姆，家里人觉得他们只是好心做了错事。而在弄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警方就逮捕了刘德芬，还有前面2个保姆。而在情理和法理之间，警方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，最终他们还是释放了这3个人，但是他们得被监视居住，因为在刘德山死亡这件事情上，他们确实有参与作案。对于刘德山来说，化整为零，瞒天过海，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